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我们通报最新的项目消息，同时针对登录问题聊两句，明白自己为何选择派网络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。高恩目前主要跟进派 Network，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，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使用资源的内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点击小铃铛，打开提醒，支持下高恩。我们先来看日活跃用户突破2100万。简单的回顾一下派 Network 用户数量的增加过程，大家也好清晰的了解到参与项目的用户增速以及各个阶段的时间点。2020年12月8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1000万；2021年1月27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1200万，历经1个月19天，增长200万；2021年2月16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1300万。历经20天，增长100万。2021年3月11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1400万，历经23天，增长100万。2021年3月26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1500万，历经15天，增长100万。2021年5月8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1700万，历经1个月12天，增长200万。2021年5月29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1800万。历经21天，增长100万。2021年7月21日，派活跃用户突破2100万，历经1个月23天，共计53天，增长300万。之前在1800万用户的时候，我们简单统计过一次，当时平均每100万用户的增加用时基本上是在21到23天左右，而最近这300万用户的增加，平均每100万用户增加用时17天，同时总用户数量跨入到2000万级别的大台阶，也是首次经过300万跨度的消息通报。也许和最近进行派编程马拉松有关系，所以在2100万用户的时候才通报。然后我们来看针对登录问题的我的个人看法。自从中国区出现登录不上的问题，也差不多有将近3周的时间了。国内的派友有不少出现了恐慌、担忧等等情绪，这很正常，毕竟大家付出了不少心力。但是也有很多派友是很淡定的，因为大家知道也许这次的原因和以往登录不上的原因不太相同，不过对项目整体的运作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相反，日活跃用户的增速还在增长，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对项目以及网络一窍不通的危言耸听的消息。也有一些派友询问是不是项目失败了，这里可以肯定的是项目正常，因为国外派友的正常登录，所以影响的只是中国区用户。要知道，区块链项目从来都是只要还有一个用户，它就存在。截止目前，个人尝试了不使用工具的情况进行登录，还是没有办法登录的。看来之前管理员通知的服务器转移到节点运行，还是没有完美实现。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去抱怨项目方无所作为，这里就是技术原因了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，但是大家可以有所选择，是耐心等待还是使用工具。如果决定耐心等待，想必是做好了之后不会后悔少一些派的心理准备。如果决定使用工具，则是通过自己来暂时解决登录问题。很简单的选择题，没有什么可纠结的，千万不要患得患失。另外，针对几种情况做出以下说明。第一，使用工具并不会致使派的丢失，甚至影响账户。当然了，这是指的是使用比较正规的工具啊，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工具还是有一些后门的。在开发者聊天室中，项目核心团队也提及了使用工具的暂行解决办法，同时多了解下工具的原理，就知道并不影响。第二点，工具的使用中存在高峰期，如果速率缓慢卡顿，可以选择更换或者等待。第三点，无需一直打开的状态，需要用的时候打开即可。有使用电报的派友应该知道，是可以在不使用工具的状态下获取消息通知的。这里提电报呢，主要是电报群组活跃度不太高，大家这个使用习惯还没有培养起来，跟大家在这儿提一点。第四点，
可以在公众号混沌界使用资源、软件资源获取其他工具的备用，以备不时之需吧。总之，了解了这些，考虑好利弊，明白自己为何选择 Pi Network， 做出选择，保持平常心。区块链项目对于大家来说确实是一次机会，但是不要不加了解，听风就是雨。了解各种消息，好的坏的都要去了解，然后了解各种机制，判断各种可能性，以此支撑对项目的信心。看项目的走向才是正途。上期我们也聊到了，随着区块链的普及，资本的影响占比或许会逐渐缩小，实用经济价值会是区块链的突围点。以上就是本期要分享的内容。在最近这个阶段来一条这样的好消息还是挺不错的，还没有订阅的赶快来一波3连。接下来几期内容将会继续结合实例分享 Pi Network 在供应链、物联网等等行业应用结合的可能性。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，获取高安个人最新内容以及实用软件资源。至于群组，短期的话还是会以 Telegram 为主，浏览器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群组和大家讨论吧。如果你想了解交易市场，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，更稳定一些。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。我是高安，下期再会吧，拜拜。